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 Jessie 的塔罗牌占卜频道。今天我们通过塔罗牌占卜，让你看清楚谁会来结束你的单身。在上一个占卜视频呢，我们有预测你的脱单时间。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是怎样的性格特质，他是哪个星座，你们之间会是怎样的一些花火，让你更加的清楚，不再在现实生活中盲目的寻找爱情，并且在有缘分出现的时候呢，你是可以及时抓住自己的缘分，不容易错过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特质。塔罗占卜越纯越灵哦，请在接收占卜讯息前点赞、留言领取好运，与视频能量进行连接，以获得最准确的讯息。现在桌面上有3组不同能量的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哦。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请你现在先闭上眼睛，静心3秒钟，然后在心中默念：谁会来结束我的单身呢？感谢宇宙的指引。默念完之后，睁开眼睛，用你的直觉选择对你最有强烈吸引力的牌组。每组牌组的对应时间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如果你需要老师为你做私人的1对1占卜的话呢，在信息栏里面也有我的联系方式，加我为好友，我们就可以进行沟通了。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选择左边第1组的你，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你的脱单讯息，到底是哪些方面呢？我们一部分一部分来为大家进行占卜。首先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特别喜欢你的身体，他首先是被你的外貌、你的感性所吸引的，感觉跟你之间呢是有很多相似，或者是有很多不相似的能量的，要么他跟你的身形特别像，要么你们2个人身形是有蛮大的一个反差的，所以这个人可能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外貌协会，他首先呢对你就有很心动的能量，在即使和你没有任何语言交谈之前，他已经被你吸引了，他感觉得到你是一个非常精神，而且很照顾自己的肉体，很享受生活能量的一个人，所以会觉得跟你之间呢应该有蛮多的一些渴望的，他对你产生着一种比较强烈的渴望感，这种渴望感呢并不是一定要跟你在一起，也可能就是一种想要跟你有更多的见面，更多的认识这样的一个冲动，想要见到你，想要和你多说话，有时候即使在你一旁默默的静静的关注你也是好的。当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呢，就会有脸红心跳的心理反应哦，而且他的心灵上也会有一种被唤醒的感觉。在遇见你之前呢，可能对于爱情没有太大的一种期待，觉得享受单身的生活就蛮好的，但是见到你之后呢，会又燃起了内心这种很感性、很有情欲的能量。另一方面呢，他对你的感觉更加有一点感情用事，这个人在情感里面并不是很理性的人，但是很喜欢你给他带来的这种新快感，你对他是有很强的诱惑力，就像是磁铁吸引般，他的眼光呢是离不开你的身体，是离不开你的外在的，但是在更多认识之后，会发现你们2个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你们的人格特征、你们的价值观、你们的人生背景、你们的兴趣和你们的品味呢，其实有蛮多可以共同搭建的地方，2个人是有很多共同点的，所以会很希望摆脱任何现实的障碍，主动的向你表白，主动的去追求你。当然，在他向你表白之前呢，还是会默默的观察你一段时间，不希望自己太过于的冲动，也不希望呢把你吓跑，或者是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激进。他对你呢是真心的，而且在爱情之中呢，他也不会过分的去要求你，会是一个默默在你身边默默陪伴守护你的人，所以你感觉得到他对你的深情。自从他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他就觉得
他的世界只有你，他只想拥有你，所以你们两个人的缘分实际上是蛮深的。好，继续我们往下来看宇宙给你的讯息。你们两个人之间呢，确实是有一些现实的障碍的，没有办法很快的就建立情感关系，所以大家会有更多的一些努力，特别是他，即使你在当下对他并不是欣赏，或者是并不很喜欢他，他都有强烈的信心要追逐到你。你是他的梦中情人，对于这份情感，他不会过于的担心，不会过于的焦急，而是有一颗破除万难的决心。他是愿意去征服，他也愿意给予足够的耐心去了解你，并且让你去喜欢他，让你去欣赏他的。实际上呢，你的下一个恋人是一朵好桃花，也是一种感同身受的爱情。你们可能会有相似的一些人生经历，两个人有时候呢，会像是在照镜子一样，互相会从对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一些不足，自己的一些缺陷。两个人有时候呢，会互相的吸引，但有时候呢，也会互相的去撕扯着对方。但是因为这个爱的能量非常的强，互相给予体贴，互相给予尊重，所以不会有太多的计较，而是愿意去修正自己不好的地方，愿意去更多的给予理解，给予包容。你们相信呢，你们的爱情不仅仅是一种凑合，而是一种很纯真的、纯洁的爱的能量，所以会对对方呢抱有一种未来可期的期待之心。同时这个人呢，他也会非常欣赏你身上的一些特质，比如说他很欣赏你非常的自信，你愿意去展现你自己的优势，而且对于自己的形象，对于自己的气质，多多少少还是很满意的，又有一些时尚度，很容易抓住别人的眼光。除此之外呢，也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活力，很有精神力量的人，给别人带去一定的影响力的。希望你给别人是一种快乐的、自在的、舒服的能量，也希望周围的人呢受到你的影响，可以是在快乐的一种氛围之下的。你是比较真实的，没有太多的包装，没有太多的一些做作，或者是没有太多的一些虚伪，感觉你是想什么说什么话，想做什么事情，你都愿意很直率的表达出来，可能不太受到别人的一些影响，也不太顾及别人的一些眼光，会是更加诚实的去建立人际关系。同时呢，你也是非常有自己强有力决心、有力量这方面的能量的。你是会相信自己会获得成功，并且不断的上进，不断的勤奋。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比他更加优质的人，有时候可能你的一些动作或者是你的一些想法会给他一些高层次的启迪，会让他打开自己的世界观，或者是打开自己的一些格局。那么这个人呢，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你现在在国外生活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外国人，你们两个人有很多思想上面的一些交流，那你会给他带来一些新世界、新奇的想法，他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新鲜、好奇的一些文化，所以两个人是有聊不完的话语，并且呢，也会很认同对方的观点，两个人是会寻找到共同的一种相处模式的，所以1+1=2，你们会更加的聪明哦。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如果你喜欢在社交媒体或者是网络上面去做情感发展的话呢，这个人可能就是你在网络上面寻找到的恋人。最刚开始他可能是被你的照片所吸引，即使没有见到你本人，就莫名的感觉你给他带来一种很强的影响力，同时会看到你的社交媒体讯息，你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有决心的、自信的、有力量的一个人，所以他对你保持着很多的一些好奇心，想要更多的了解你。
结果在更多的你来我往的讯息联系之后呢，会发现你们两个人其实蛮匹配的，价值观是可以调整到蛮合的能量上面的。另外呢，有的朋友可能你的这个恋人是远距离，也有可能你们是同一个环境里面，但是是不同家乡的人，所以会是有一种天南地北，大家最后相聚在一起，这种情感呢，值得双方去珍惜，同时也对对方有蛮多的一些冒进精神，有蛮多的一些新鲜的能量，感觉是一个新鲜的血液的人，你们之间呢是有很多奇妙的情感联系，也是在语言沟通上面会给对方带来蛮多的一些刺激的。最刚开始呢是一种外表上面很肤浅的喜欢，慢慢的通过更多的心与心之间的交流，带来了更多智慧上面的吸引。那么这个人他到底是怎样的星座，怎样的性格特质呢？我们继续来揭秘吧。好，我们用塔罗牌看一下他的性格特质。其实这个人呢，长得还是不错的，他的身材呢也是蛮健康。你的脱单对象的星座应该是狮子座、处女座、射手座、摩羯座、双鱼座，同时参考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我们这边可以感受到是缺少风元素的，所以你未来的脱单对象他应该不是风象星座的人哦。缺乏风元素的人呢，会比较注重隐私，他可能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面。有时候呢，他是渴望去社交，渴望去认识很多朋友，但是呢，他又不是一个很擅长左右逢源的人。他的情商呢，可能并不是很高，他希望别人更多的倾听他，但有时候呢，他可能更关注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自己的一些观点。我们先来讲一下他的缺点哦。这个人是一个很难与别人合作或者是妥协的人，有时候呢，他可能会沉溺在自己的情感中，并不是很懂得察言观色的一个人。那么他面对陌生人或者是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的时候呢，他第一反应会有一些比较焦虑的状态，没有办法来达到一种自然熟。有时候呢，他可能也会把事情想的是比较糟的，这个人是容易担忧或者是做出糟糕预言的一个人，他很容易担心未来，去为了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去焦虑，可能会受到自己父母长辈的一些教育影响哦，从小就给他灌输，你要好好的努力的学习，你要努力的生活，未来呢，你要多存一些钱，这样呢，你老了才不会有很多的担心，你要养儿防老啊，等等的，可能会给他灌输一些杞人忧天的想法，所以他会被一些未知的能量所束缚。另外呢，这个人他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有时候呢，也是缺乏一些信心的。有时候呢，也是容易被别人的一些想法呀、意见所影响的。这一点他跟你蛮不一样的。你是一个非常独立，而且很坚信自己决心、自己意见的一个人，而他呢是容易被左右的一个人。所以这一点他是蛮欣赏你、蛮崇拜你的，希望自己可以像你那个样子。除此之外呢，他可能很少从一些客观的角度去反省自己。如果他是处女座的话呢，他就很少有一些逻辑能力或者是清晰的表达能力。这个人是不太适应新的观念，他并不是很容易建立信任的人，一定是要认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他才会讲出自己内心的一些话语呀，才可能放下一些保护色，让自己跟别人建立更加真诚的沟通。所以即使他在最刚开始的时候已经被你迷惑了，但是他也不会去做很多积极的一个动作，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一些观察。这一点也蛮好的，他不太容易陷入到一些调情啊，或者是暧昧的短暂的情感里面，因为他是属于那种很认真的
年轻人，做任何事情是比较谨慎的，而且心态呢，可能有时候是比较少年老成的，很专注于长远的一些目标上面，没有太多急躁的一些行动，为人呢是比较务实，而且是比较稳定性的，不会有太多情绪上面的波动啊，或者是有太多的幻想，有太多的一些盲目的追求。他喜欢大自然，喜欢户外活动，喜欢动物。他现在的生活状态可能是不太舒适的，可能是有一些混乱，也许是来自于金钱、物质、欲望上面的一些压力。他可能之前有做过一些糟糕的决定，所以现在呢，正在弥补过去的一些错误，正在纠正自己，正在总结自己。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生活、追求完美感情的完美主义者。正是因为追求完美，所以很多时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快乐，对自己要求蛮高的，也会觉得别人对他自己的期待也是蛮高的。如果他做事情不够完美，没有办法比大家都好的话呢，他就会给自我很多的一些批评，他也可能会怀疑自我啊，或者是有一些逃避问题。另外呢，他是一个比较有强迫症的人，有时候会看见自己没有的，而不是自己已经拥有的，不太满足于当下。一方面呢是好的，因为他会拥有足够的上进心，会非常的勤奋，会非常的努力，希望创造生活的稳定安全，希望可以为未来去做很多的一些打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却是比较容易错失人生中的小美好。现在的他呢，正在不断的给自己建立、创造机会，去让自己更加的真实，让自己更加的脚踏实地，也不要太过于的追求完美了。所以他还在磨练自己的心智，在性格上面呢，也在往好的一个方向转变。当然人无完人，最主要的是他愿意去获得重生，他愿意去克服很多的困难。其实这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应该会有蛮多的一些困难，蛮多的一些挑战的，所以在到达一定年纪之后，他就会养成非常强大的一些力量。他是一个天赋有领导能力和内在力量的人，这个人是充满激情和充满爱好的，而且他也非常关心别人的一些利益呀，关心别人的一些快乐。他是自然而然有关爱能力的人，他不需要刻意或者是后天给予自己太多的一些技能上面的增长，他非常的有天赋，所以在年轻的时候，他一定会有蛮多的一些经历跟经验，然后让自己激发他的天赋能力的。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他很容易原谅别人，最重要的是他善良而且温柔，比较有耐心，比较平衡，比较柔和，比较敏感，比较热情，希望自己的人生呢有更多的一些趣味。这个人其实是独一无二的，通常他有一些艺术气息。那么我们知道，艺术者呢可能会有古怪的一些方面的脾气哦，但最主要的是呢，他是有博爱的心去探索自己的生活的。他是一个很容易成为工作狂的人，会全神贯注自己的项目或者是任务，也会非常专注于自己的人生目标，以及专注于自己的爱情。在感情里面是比较细腻，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所以跟他在一起了，你会觉得比较靠谱，而他对你呢也是一心一意的。你们之间是有一些趣味的共同点的，你们可以在生活中分享相似的一些兴趣或者是热情。那如果你是喜欢旅行的话呢，他也是喜欢旅行的人。如果你现在是很喜欢运动的人的话，他也是很喜欢运动的人。如果你喜欢阅读的话，他也是。所以在这一点上面，你跟他非常的合拍。除此之外呢，我们这边出现了五角星骑士这张牌卡。
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对教育和学习蛮感兴趣的人。当他学习的时候呢，他会感觉非常的开心。如果可能的话呢，他希望一辈子都做学生，永远不会要离开那种作为学生的上进舒适感。当然，他也会去学习更多的一些技能，更多的一些兴趣。他热爱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内心是比较积极，是充满着欢快、乐观的能量的。这个人深深地触动着你的灵魂。另外呢，他也是一个很注重精神世界的人。这是一个爱得非常深沉的人，他们很遵循自己的第一感觉，遵循自己的感觉，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他也会凭自己的直觉做出一些正确的决定。他总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不会太过于想得复杂，太过于的思考，跟随自己的感觉行走，所以他是比较潇洒的。另外呢，他很有家庭观念哦，一旦找到自己的家人，他就会进入到奉献，进入到很深度的爱的模式里面。这个人呢，有超越自己年龄的物质和智慧，他非常的浪漫和快乐，他有一种巨大的爱的力量。这种力量呢，会让你感觉到你是非常特殊的，你是非常美好的。你不会去挑剔你自己，或者是批判你自己。你知道身边有一个人永远在关注着你，所以在那一刻呢，你会爱得非常的甜蜜。你跟他在一起呢，也有比较治愈的一些能量哦，他会尽可能的给予他能给你的所有的一切。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在感情里面不希望太过于的依赖，或者是随时在一起的话呢，他也许会给你带来一些压力。所以在进入感情之前，其实大家可以更多的探讨一下，还是需要双方有独自的一些时间空间的。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随时都希望跟恋人在一起的话呢，那他就是你很好的陪伴者。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宇宙给你的讯息。确实，在这份情感里面，最刚开始的就是一见钟情，特别是他对你很喜欢。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你就已经抓住了他的灵魂。这个人呢，可能在金钱上面并不是很大方慷慨的人，是有一些小气的。你们两个人在恋爱里面呢，可能没有太多金钱物质上面的牵扯，各自都是比较独立的。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很富有，或者是他的家庭条件特别好的人，他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不断去存取金钱的一个人。其实当你认识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没有关系，你也并不是图他的金钱才跟他在一起的，他本来就不是有钱人。你们不会去享受很多浪漫的烛光晚餐，更多的呢是一种简单单纯的一些约会，大家去大自然中走一走啊，散散步啊，大家去公园里面欣赏一下美丽的鲜花。那大家可以是坐在咖啡厅里面一下午，有聊不完的一些话语。所以其实这种小美好呢，让你感觉到是比较朴实，是比较单纯的。另外呢，你们两个人也并不是每一次约会，如果他是男生的话，他都买单，其实还是比较礼尚往来的。这一次你买单，下一次他买单。如果他是男生，你们10次约会的话呢，他可能会有6、7次买单，剩下是由你来的。所以双方会建立很公平公正的情感模式，当然也会体谅着对方，不要花太多的一些金钱在约会上面了，仅仅是因为爱的能量。两个人经常会在手机网络上面传递讯息，因为可能都会各自去忙各自的一些事情，没有办法随时见面。特别很多朋友还是远距离的恋爱之中，但是手机短信是不会停的哟，随时他都在想念你，随时呢都想跟你有更多的一些沟通联系，也很多时候他会讲出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各种细节，来问一下你的意见，你怎么看呢？如果是你的话，怎么处理呀？所以莫名的就产生了一种很默契的能量，而且会很
快的就去建立信任跟忠诚的。他在遇见你之前呢，他就又设想过自己爱情的标准，自己的恋人是什么样子，自己的恋情模式是什么样子。当你出现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你是天使派来给他的恋人，他是非常确定你的。在他给你一些积极的行动之后呢，你也会发现他非常值得你珍惜，你对他也是越来越厚爱的。所以亲爱的，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人正在等待着你哦，敬请期待吧，他会让你脱离单身的。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好了，亲爱的，选择中间牌组的你，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给你的脱单对象讯息。我们今天的牌卡呢是比较多，一部分来给大家进行占卜。首先可以看到，他对你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幸福，因为他只在乎你是否幸福快乐，他并不在意从这份情感里面他会得到什么。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互相不索取的能量呢，所以让我们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另外呢，他也会非常舒适的去袒露自己的心声，会讲他内心深处最隐藏的秘密，同时他也会很安心的去表达情绪，不会让你感觉到沉重，或者是让你感觉到一种负担的能量哦，他是会让你感觉到非常舒服的。这个人呢，他爱你的是你的本质，你所有的喜怒哀乐，你的外表，你的性格，他会希望你坚持做真实的自己，他希望呢，你跟他之间的沟通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他欣赏你的美，他尊重你的梦想，你会感觉得到他对你的爱呢是没有任何的缺陷的，对你总是支持，总是体谅，总是宽容的。这个人他的内心实际上是比较成熟的，在感情里面并不是代表他有很多情感的经验，而是他是一个不会给予感情太多的压力、太多束缚感的一个人。从小家庭的教育实际上是比较好的，而且呢，他的家庭条件比较好，是有足够的金钱财富的，而且是比较传统的家庭观念的。他的家族应该是比较强壮，甚至可能有曾经的长辈受到过一些家族的荣誉，比如说有获得功勋的军人，比如说有可能家族里面有军官级别的亲戚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家族里面有人是在政府从政获得一定的政绩的，也可能是在商业里面去做生意，然后呢是比较成功的。整个家族会因为有亲戚的成功而得到多多少少的一些利益，而得到多多少少一些更多的好处的。所以他的家教呢，应该是比较严格的，对于自己的孩子选择怎样的恋人，选择怎样的恋情婚姻的话呢，还是比较看重的。那选择这组牌组的朋友哦，又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你会被他的家族所认可，另外一类呢是你可能被他的家族所不认可。但是无论结局如何，你的余生都会受到这个人以及这段爱情的影响，会改变你自己的爱情观、婚姻观跟人生观的。如果获得家族的认可呢，你会非常的自信，并且也会让自己更加的提升，利用家族的优势去做更多的一些发展。如果你没有被家族认可的话呢，那在你的余生里面，你都会奋发图强，会建立非常坚定或者是更加自强的一些性格，让自己更加的独立，更加的优秀，不断的提升自我。所以这一段情感呢，会促进你更多的天赋，也会让你变得更加的优秀哦。它会带给你很有海洋这个方面的能量，可能给你带来的这种激情，给你带来人生中的一些经历，远远超过于你之前认识的所有的人。这种内心的
激动人心的变化是有很多的，而且会是一种深度的爱情。无论你现在年纪多大，那有的朋友可能你现在已经是35以上的年纪了，但是之前也许你有些否定认爱情，但是跟他在一起之后呢，你会又像少年那般的拥有爱的单纯美好的向往，会像小孩子一样对于爱情有很多的幻想，有很多的期待的，因为它激发你最单纯的爱的能量。或者是无论你曾经是否有想坚持单身，觉得爱情里面有很多复杂的能量，但是遇到他之后呢，你会打开自己最深的潜在的意识，让自己相信爱的美好。他会为了你去做很多的妥协改变的，即使他的家族对你不认可，但是他会为了你而去抛弃自己的家族，或者是去背叛自己家族，或者是离开自己父母的管辖，选择爱情而非选择自己的未来、自己的事业。他愿意跳脱出家族的这种利益圈层，那自己重新去拼搏，因为他坚信爱的力量，而且他爱你，爱得非常的深情。你也会为他去做极大的新的改变的，你们两个人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份情感的。哇，非常奇妙的讯息。我们继续来看。好，首先蓝天白云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纯净，也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飘渺。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一份爱情带给你怎样的内心的一些激化，怎样的情绪的感知，但是宇宙希望你知道，你的下一份爱情是非常纯洁无瑕的，你们两个人是很真诚相爱的，没有任何物质啊，其他的因素在这里面，都是愿意为对方去做更多的付出，而非是索取的能量。双方会去建立共同的兴趣爱好，会去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情趣的，总是感觉很甜，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啊，都会莫名的笑出声那样的一种感觉。不工作的时候呢，都在想他，但是想他呢，也不会耽误自己的工作。你们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时候，完全不会尴尬，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在一种尴尬的不舒服的能量之下，即使不说话呢，都会感觉到爱的温柔温暖度的。你们两个人什么都不做，也不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很美好。但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你们之间的爱是忠诚的，没有一丝虚假，没有背叛，现实却有很多的阻碍，不断的挑战你们的底线，让你们有很多的一些考验。这种考验呢，也许是来自家族的一些考验，也许是来自父母的一些干扰，或者是这种考验呢，来自于现实，金钱物质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创造，才能让你们的约会更加的丰富，才能让两个人玩得更加的开心。总之呢，现实会是给你们当头一棒的，不能让两个人极致的快乐。命运就是这样的，一定在公平的情况，最好是平衡的，没有办法极乐，极乐而生悲，也没有办法极悲，悲伤过后呢，一定会有好事发生，所以不会有完美一帆风顺的能量。但是每当我们选择去爱的时候，爱的能量是可以让我们产生很多幸运的事情的。我们这边出现了钱币这张牌卡，那钱币呢，代表着幸运，也代表着土元素。在这份情感里面，需要更多的一些耐心。希望你可以相信，宇宙中最强的能量就是爱的能量，你们可以互相给对方很多的力量，你们也可以治愈对方，同时给对方带来更多的一些信心，更多的信念，更多的决心，都会因为对方的出现，让自己变得更美好的一个人，让自己有更多潜力的激发。非常的幸运，你们可以遇见彼此，你们也会相信爱的能量是无限大的。你们会以齐心协力一起去挑战这些困难，当然
并不是每一对恋人都会挑战成功的，因为阻碍确实很大。但是只要坚信足够的信念，那是可以让你们在情感里面获得极深的体验，也会对爱有很多通透的理解，让自己在思维上面呢得到一个飞跃式的成长，会积累更多的一些智慧。那他其实是非常欣赏你的一些人格魅力的，他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力量、很有自己梦想的一个人，你会不断的去提升你自己，你也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越来越优秀。他会觉得你是有自己的人生目标的，你并不是一个外貌协会的人，你也并不是一个很注重金钱物质的人，实际上你是有很强的精神力量的。你的生活是很充实，你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是拥有爱的能量，是有光芒的人。除此之外呢，你也非常的独立，不依赖他人，不寻求别人对你的帮助，自己尽可能完成的事情都凭自己一己之力去完成。你的教养、你的修养、你的素质对于他来说是蛮高的，而且你也不会轻易的对现实低头，是有自己一些与社会游戏规则抗争的部分，不会受到古老文化思想的一些捆绑跟束缚的。做任何事情呢，都坚持本我，都坚持自我的一种感受。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你也是有足够的体贴，有足够的善解人意，是给别人带来一些温暖亲切感的。你不会太过于的挑剔，你也不会太过于的去做一些比较。同时呢，你的内心是非常善良可爱，你都是祝福别人好的，知道身边的人快乐，你自己也会快乐。所以觉得你是一个很单纯、很忠实、很值得信任的人。他对你呢是没有任何的戒心跟防备之心的。从最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他就觉得认定你了，他对你就是非常放心、非常踏实的感觉。而且你的个性对他来说是一种很欣赏、很尊重的状态。你身上的一些魅力呢，是可能跟你同年纪的人或者是同性别的人身上缺少的、少有的。你是一个没有受到大环境污染的一个人，所以他很喜欢你。那这个人他到底是怎样的性格特质呢？他的星座是哪一些呢？我们来继续为大家解密。我们用塔罗牌来为大家占卜。好，他的星座应该是水瓶座、双子座、双鱼座、白羊座、狮子座、处女座，请同时参考太阳、月亮、上升星座。这个人他的星盘里面应该是缺少土元素的，不是一个很注重物质现实的人。他不喜欢物质世界的游戏规则，不喜欢金钱至上，不喜欢把人分成3、6、9等，不喜欢有阶级这方面的想法。而且他觉得大部分人都蛮无趣、蛮无聊的，他们除了只会挣钱，什么也不会。或者是有的人，他除了钱，他可能素质低，他可能很多生活是非常乏味的，所以他是一个追求爱情、追求情感、追求灵魂是乐趣的，也追求自己可以在人生中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有很多新的一些体验，他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冒险精神的。有时候呢，他会比较理想化，缺乏对现实和日常事物的关心，他可能不太会做家务，也许从小父母就没有怎么教他做家务，更多的是教他做生意，或者是更多的是教他为人处事。有时候呢，他会比较感情化，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在感情里是比较天真的。就遇见一个人，感觉对了的话呢，他就会容易信任别人，跟别人建立亲密的感情。如果感觉不对的话呢，即使这个人再优秀，他也觉得
没有办法走到一起去。有时候是比较情绪化的，但是他功利心很不强，没有想过要大富大贵呀，没有想过一定要过奢华的生活，要住别墅，要开豪车。他会觉得这些都是华而不实的一些东西，最主要的是内心的快乐充实就好了。当然他也是有欲望的，但这种欲望呢并不高。小资生活呢可能就是他比较满足的情况，这方面呢实际上是比较通透的，因为有自己想奋斗的，有自己买得起，也有自己买不起的，但是呢，又有足够的时间去享受生活，又有足够的自由，又可以足够的一些体验。其实小资生活的能量是最好的。可能小时候呢，看到自己的家族，大部分人都非常的富有，可能会看到他们身上一些缺点，或者是他生活上的一些缺陷，但是又没有办法去过很贫穷的生活，所以他的生活方式的追求是很正确的。另外，他不太喜欢进入到商业的这种战斗中，或者是当下的一种成人模式里面。可能有时候呢，他会是跟社会有一些脱节的一些想法，并不会觉得有金钱或者是事业成功，那么就是幸福的了。这个想法在他那里没有办法得到立足之地。有时候社会的一些游戏规则，他也没有办法融入。可能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兴趣爱好去经营自己的事业，去创造自己的金钱，而不是在选择职位工作的时候以这个工资的多少来决定，并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除此之外呢，有时候是比较懒散的，有时候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一些需求，会忘记吃饭啊，会忘记运动啊，会忘记适度的一些休息呀。生活秩序上面呢，并不是非常的自律，但这个人非常的善良，在年轻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人生经历，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会带着希望，带着决心去走出来的，没有太大的悲观主义。他很相信自己的能力，很相信如果自己有爱的能量，坚持自己的梦想，即使遇到很多困难，那给予足够的信念的话呢，应该是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在感情里面是比较专注的，在自己的目标上面呢，也是比较专注的。他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自己呢也有蛮多的梦想，蛮多的理想的。这个人是理想主义者，而且呢，他也是人道主义者，希望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可以为别的人类或为别的动物做更大利益的一些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把自我放得越来越小，把地球、把生命、把社会的福祉放得越来越大，希望自己是比较有大的人生意义的，而不仅仅是小我在那边挣钱啊、奢华的生活啊，他觉得没有太大的一些意义。他对你是有非常强烈的感觉的，而且在感情里面呢，他会害怕被你抛弃，会害怕你放弃，不会有足够的决心去克服你们之间的困难。在感情里面，他没有太多的安全感，比较害怕被别人离开。那希望在情感里面是可以建立稳固的、踏实、安全的爱情的。当然，他也有自己冷酷的这一面。我们这边出现了五角星女王的逆位，一旦在感情里面，他发现没有忠诚的话，他是可以转身离开的。即使他再爱你，他都是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个人他会很害怕在感情里面受伤害。当他爱你的时候，他觉得信任你忠诚，你是忠诚的时候，两个人是齐心协力的时候，他会给予你所有
他能给的，但是一旦觉得背叛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拉黑你，或者是再也不与你联系。有时候呢，他是缺乏一些逻辑推理能力的。一旦有人批评他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感觉到比较受伤害。有时候呢，他会比较容易去寻找到别人的缺点，他可能会指责别人，但是很难看见自己身上的一些错误。有时候两个人出现纷争的话呢，他可能不会去看为什么有这个纷争，而是在这个纷争里面，对方有讲哪一些破坏情感的话语，他可能会比较记住这一点。但他是追逐精神上的幸福和宁静的，他希望自己跟别人呢有很多精神上面的联系，大家有共同的想法啊，有共同的一些判断力，有共同的一些人生计划。所以跟他在一起做好朋友的人，有的条件是非常好的，有的条件是非常差的。有的事业是很好的，有的事业呢，可能并不是大众觉得很成功的那一种。三六九等什么样的人，他都是愿意接触的，只要这个人他的本性是好的，所以他不会带着有色眼光去评判一个人，更多的是会觉得这个人大家能不能沟通，大家能不能玩到一起去，那这个人是否愿意去做慈善的，是否有爱的能量的，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他遇到你之后呢，他就觉得你们是可以建立完美恋情的人，他就是希望跟你发展稳固持久的爱情的，希望跟你建立家庭的。他对你的感情非常的认真，而且呢，他也会去改变一下自己，为了未来你们可以建立家庭去做更多的一些努力，更多的一些拼搏跟奋斗。他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人，而且呢，他也倾向于要求一切都是很完美。他希望可以保持人际关系上面幸福的状态，他努力让你或者是让别人获得快乐，他不希望让自己的快乐受到任何的一些污染。他想拥有一切，拥有完美的家庭，拥有完美的工作和完美的人际关系。他知道要实现这一切呢是很难的，不过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不会放弃追逐的。这是一个寻求无压力、和谐生活的人。有时候可能他没有很高的情商，他不懂得如何处理有毒的一些关系，或者是处理一些冲突，尽可能的化解麻烦。但是这一方面呢，情商上面并不是他的强项。这个人实际上是有内在的力量的，他也希望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不被家庭啊，不被别人所左右。有时候他会比较傲慢自大，会表现的自己好像是皇室成员一样，但是他是很有责任心，他是很喜欢负责任，他是有高尚的态度的。大多数时候呢，他都是自信和乐观的人，他也希望自己的情感会开花结果。那自己是一个将心比心的人，不给别人带来任何的负能量或者是很坏的影响力，对自己呢还是有一些高要求的。但是在感情里面呢，他也需要情感自由，大家有自己独立的时间、独立的空间，不要随时都缠绕在一起，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人生的目标跟发展了。爱情是一定要有的，一定要安全踏实的，但除了爱之外呢，还应该有更大的爱去给予社会，去给予其他的人类。有时候他是比较愤青的，他可能会跟整个世界作对，比如说社会的一些游戏规则，他可能会很反感。可能当下世界上面的一些战争，他可能很不理解，可能对于现在人类很多愚昧的一些事情，他都希望能去做一些努力，可以转换一下周围的人，
可以让自己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后，去影响一下别人，让大家呢都更加的生活在一个单纯美好的世界社会里面，让大家少一些利欲熏心啊，少一些功利之心，这是他期待的。所以他的恋人一定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一定不是一个物质化的人，而是一个精神世界非常纯真美好的人。他觉得你身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你们两个人是可以聊到一起去，是有相同的一些目标，而你的爱呢，应该也会越来越大的。你的脱单对象实际上是很成熟、很聪明、很独立的人，他勇敢、冷静并且镇定，他不会把很多事情都写在自己的脸上，喜怒哀乐不容易从他的外表感受得出来。他是在政治上面有很多的一些独特的见地、独特的想法的。如果他从政的话呢，他肯定可以在政治上面表现得非常的出色。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相信社会正义，并且也会为了一些荣耀、为了一些光荣的事业而战。他是喜欢自己站在社会的最顶端和组织之中的，他是希望呢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目标的人。他非常擅长去组织一些活动，即使在这些活动之中，他不是亲力亲为做事情的一个人，但是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监督者或者是组织者。其实他有很大的理想，很大的目标，而且他也是内心很有力量的人。但有时候呢，他也会暗自悲伤，也会愤愤不平，为了当下社会中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所以这个人你蛮欣赏他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宇宙给你的其他的讯息。你们有的人是通过网络上或者是社交媒体上认识的这个脱单对象，有的人可能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刚开始的时候很少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你们大多数时间是通过网络上面联系做思想交流的。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强的能量哦，你们在手机通信或者是网络通信上面呢，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沟通，两个人会在网络上面有说不完的一些话语，最刚开始是有一些远距离的，没有办法去进入到正式的约会关系之中。另外呢，你们也可能是有一些年龄差的，或者是你们的价值感很不同，因为在最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距离，这种距离呢，会让你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对方，去认识对方。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想跟他进入到恋爱的状态里面。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朋友关系，纯粹是因为他给你带来一些疗愈的能量，你对他是有一种信任感，而他对你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排斥之心，都是有好感的。在更多的精神思想交流之后，会发现这个人其实越来越有魅力，越来越优质，跟你最刚开始看到的那个人完全不一样。你会觉得他蛮有思想的，而且他的一些想法角度呢非常的不同，但是却是你很认可的。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精神上面的力量，会让你对于爱情有更多的一些开放的态度，同时对于社会啊，对于国家啊，对于世界啊，你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新奇的一些思想，它会打开你的世界观，打开你的格局，所以跟他在一起呢，会越来越交谈顺畅，会越来越给你一些吸引力，你对他也是保持着很多的一些好奇心，越来越满意他，越来越喜欢他。两个人对对方呢，都是不断的在探知之后，更加去认同对方的存在，也会相信他是给你带来很多积极的力量的，所以双方都很开心，终于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在精神上、智慧上面有强有力的吸引力。所以亲爱的，你的脱单对象会给你带来很多惊奇的体验，让你感觉人生真的是
有很多意外之情，有很多戏剧化事情的发生的，但总体的来讲，这段情感呢，会让你一辈子充满着美好的回忆，会让你有极大的改变，无论是你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婚姻观，你都会脱胎换骨的有其他的想法哦。但是这个想法是在往美好的、更幸福的上面转换。所以敬请期待吧。好，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哈喽，亲爱的，选择右边第3组的你，我们来接收一下宇宙给你的脱单对象的讯息是什么。首先，这个人他是一个蛮有好奇心、蛮思想开放的一个人，他的想法非常的年轻化哟，没有太多固步自封啊，或者是很封建的传统的一些思想。对于任何新的一些文化、新的一些想法，他都愿意去吸收，愿意去体验，是一个很喜欢去不同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是喜欢去接触陌生的人啊，去陌生的环境里面的。他是有很强的力量，并且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无论是灵魂学，还是 UFO， 还是一些鬼怪传说，他都是坚信。他会认为不被科学认证的事情也是应该是存在的，不能代表就不是存在的。而且呢，他心思是比较细腻，懂得察言观色的人。这个人其实情商是比较高的，很懂得在什么样的环境讲什么样的话语，很懂得讨人喜欢。除此之外呢，他也有一种天赋，叫做变废为宝，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商机，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优势，一些发展的空间。所以他的内心是积极，是美好的，他也是一个很有创造力、很有革新能量的一个人。你会觉得他总是给你带来一些新鲜的想法、新鲜的一些状态，即使在外表形象上面呢，他也会是今天可能是一种时尚模式，明天可能是另外一种时尚模式。你会觉得他很好玩，很有趣，你摸不透他，但是呢，又被他很强烈的吸引着。这个人其实有时候会感觉像你的母亲一样，也许你母亲小时候对你的一些态度啊，对你的一些状态啊，在她身上你会感受得到，特别是进入到爱情之中。如果你母亲小时候经常对你嘘寒问暖，让你加衣服，让你穿暖和一点，多喝热水，她可能在生活之中也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照顾，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比较不耐烦，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是一种很熟悉的温暖感。有的朋友，如果小时候你母亲对你很严厉，那希望你去纠正自己的缺点等等的话，可能在你进入到爱情之中呢，他也会像你母亲这样的一种相处模式。但这种熟悉感的相处模式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吸引力的，你很喜欢，你也很受用。他其实比较知道你想要怎样的一种感情。确实，他对你的爱、对你的照顾有更多的保护色彩，有更多的像长辈一样的体贴、一样的关怀。虽然有时候呢，他比较啰嗦，虽然有时候呢，你是有点小嫌弃的，但你知道他是很深爱你的。这个人其实他是一个不容易轻易信任别人的人，他比较冷酷，他很懂得自我保护，他也非常的专注自己的隐私，注重自己的隐私，很难打开自己心房的一个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反差，他对于陌生人或者是他的朋友，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奉献，可能不会嘘寒问暖，但是对待自己的爱人，他就是可以很低三下四啊，就是可以为了讨好自己的恋人而去做很多的妥协，而去做很多的改变。所以这一点呢，你也非常的喜欢，你会觉得自己被他重视，会被他独一无二的对待。
确实在爱情里面和非爱情里面，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可能他自己在事业上面也有一定不错的一些成绩了，那身边也有同事愿意跟随他，或者是愿意有跟他更多的一些发展。他是比较硬气的，在外面呢是一个小领导的角色，大家比较听信他的一些安排，那听信他的一些建议。但是跟你在一起之后，他就是听你的安排，你想做什么，他都是顺从于你的，他不会去做反驳，他也不会去做反抗，所以这一点也会让你心满意足，让你觉得很可爱、很好玩。你自己呢，也会保持着很乐观、保持着微笑的心情跟他相处的，因为他很聪明哦，他知道投其所好。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在他心中，他觉得你非常的纯洁，你非常的纯真，你是一个没有受到社会风气污染的人，而你们的情感呢，是属于细水长流的情感，是非常的顺其自然，没有任何的一些约束、紧张感。你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有时间的话呢，那他就会尽力的去安排，让你们两个人的约会更加的浪漫，更加的丰富。如果他有时间，但是你在忙碌自己的事业、忙碌自己生活的时候，他也不会给你打扰，会给你自由的空间的。所以在这一点方面呢，你也会感觉到被尊重。这份情感呢，是属于无怨无悔的那一种，两个人都会给予对方更多的一些包容力，他也尽可能的愿意去感同身受，保持着同理心的状态。那么我们这边出现的莲花，这个是古代的爱情相思之花。那莲花的花语呢，也是清白、贞洁、纯洁、信仰、忠贞和爱情。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情感是属于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的能量。对方没有任何的一些要求，任何的一些改变，只是对方开心那就好了。尽可能的去给予这种优雅纯洁的爱的能量，他会真实表达对你的喜欢，他也会去真实的表达自己可能内心不开心的一些事情，不会去隐藏自己、包装自己，大家都是在做真实的自己。从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呢，就没有想要过去有欺骗。这份情感里面呢，两个人不见面的时候，是会去表达更多的一些思念之情的。爱的话语呢，也是随时都讲出来，让对方更加肯定自己的信心、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心情。不希望两个人出现任何的误会、误解，你们之间很少吵架，也很少出现矛盾哦，这一点很好。有什么事情坐下来静静的沟通，特别是他对于你，他可能是一个还是人生经历比较丰富的人，他觉得你没有太多人生的一些磨难，也希望你可以保持你的单纯，保持你的善良。如果他能力达到的话呢，他是不希望你去建立更多的应酬，或者是去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自由的时间，他是希望给予你很多的照顾的。如果他是男生，你是女生的话呢，他更多的希望自己有足够的金钱财富，然后让你少一点去为了金钱去拼搏、去应酬、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他希望看到你微笑，希望看到你随时都是保持着乐观的、不受污染的能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去建立更多的兴趣爱好。如果她是女生，你是男生的话，他会觉得你非常的淳朴，他不要求你要去有很多事业的成功，或者是金钱上面的富有，希望你通过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谋生，做自己快乐的事情。对于金钱，它可以降低很多的要求，它可以不去有大的购物、大的消费。
只为保证你是一颗很纯真朴实的心的。那如果你是同性恋的话，也可以转换一下这样的一个角色。总之呢，他是希望你们的之间的情感是非常单纯，你这个人是可以保持你的纯净的，你们两个人会建立很深的情感基础，在真正的确定这份爱的能量很深之后，才会进入到性爱上面的发展哦。对于对方的喜欢呢，不是那种身体上面的诱惑，不是那种外貌上面的诱惑，真正的是一种性格上面的尊重跟欣赏。所以两个人在谈恋爱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发生的性爱上面的欢愉，你们之间其实缘分是蛮深的，而且这份情感里面哦，还会有因果轮回这方面的讯息，也就是说，你种了什么树，就会结什么样的果，这是一种世界的能量守恒和规则，同样用于爱情之中。你的付出，你对待爱情的态度，就已经意味着你会收获什么样的爱情果实。那么在之前进入到下一段恋情之前，你的爱情是怎样的呢？你付出的多还是收获的多？如果在前一段爱情里面你付出的多的话呢，那么在下一段恋情里面，那对方就会为你付出很多。如果在之前的情感里面，好像对方爱你更多，对方为你奉献更多，你收获到更多的话，那么在下一个恋情里面，可能你就会给予更多的爱，因为任何事情实际上都是比较公平的。如果你是母胎单身，你之前没有任何情感经历的话呢，那想告诉你，这一份情感你是可以去建立好的业力的。如果在这份情感里面，你有很多的不去计较的奉献付出，即使最后没有进入到婚姻之中，那么下一段恋情里面是有人会来还这样的一个爱的能量，是会有人给予你该收获的爱的能量的。所以去建立好的业力，建立好的因果关系非常重要哦。另外，脱单对象呢，他很欣赏你的勇气，很欣赏你的慈悲之心，很欣赏你的智慧。他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这种魅力呢，更多来自于精神上面正直的一些魅力。你很温柔，你很大方，你很有决心，你很有追求真理的力量，你很公平公正，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同时呢，你的心灵也是蛮升华的，所以他觉得你是现在人类社会中比较小众的人，非常值得珍惜，非常值得疼爱。而且在为人处事上面呢，你也会尽可能给予别人互帮互助啊，或者是尽可能力所能及的去给别人爱的力量，这一点他很喜欢。会感觉你也是一个没有太大功利心，没有太多物质欲望要求的一个人，希望世界和平，希望一切都是美好的。你的心理能量呢很好，很端正，你也是一个有不错的修养素质的人。这一方面呢，他很喜欢。那这个人他到底是怎样的星座呢？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好。他的星座应该是白羊座、摩羯座、天蝎座、天秤座、双子座，请同时参考太阳、月亮、上升星座。这个人的星盘能量是比较平衡的，那火、水、土、风四个能量都是有，所以没有太多性格上面的一些缺失，也并不是一个很偏激的人，情绪上面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是可以控制自我，是可以有平衡力量的人。
他应该跟你拥有相同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你们的生活方式呢，应该是有比较相同的一种节奏状态的。你们都是很享受生活的人，性格上面他很乐观，很有活力，他是有强大的内部精神的，他渴望自己在所有的领域里面获得成功。当然，这种成功呢，并不是说要比别人都优秀，而是自己有很多丰富的体验，自己呢都会是有很多的一些尝试，都还是做得不错的。他也希望自己有很强的创造力，有很强的灵性能量。这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无论自己的人生之中遇到多少的困难，他都会坚持不懈的。往往他的人生会获得一些意外之喜，或者是惊人的一些成果。他是一个比较个人主义的人，是对世界、对周围的人事物都充满好奇心的。他的生活里面呢，也是充满着激情，自己呢也是有蛮多新鲜的想法的，不会受到别人的一些批判、别人身边人的一些想法的影响，而去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梦想，是有自己独立的自我价值，是有自我爱的能力的。一旦自己决定的事情，他会毫不犹豫的前进。在金钱上面呢，他可能不会很大方，或者是会铺张浪费，或去浪费金钱。他应该是比较注重安全稳定，或者是有理财这样的一个习惯的，不会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人，是比较节约的。应该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去学习一些金融知识，就可能会去看一些财经的报道。那对于当今社会的一些股票啊，或者是网络币，任何投资理财的一些项目，都会多多少少去做一些关注，并不是说他想很富有，而是呢，他觉得银行一定要有一点点的现金存款，以免出现急需用钱的时刻，所以他希望呢，自己银行随时都是有一些存款，去避免万一的事情发生的。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后顾之忧，多多少少呢，还是比较踏实的去注重安全性的。他是喜欢物质上面的舒适感，是很懂得保护自我的人。这个人在感情里面呢，也不会很快的就坠入到爱河，一定是需要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坠入爱河的人。他的人际关系呢，应该还是不错的，是懂得去建立人脉的一个人。那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嘛，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走。特别是他的思想也是比较开放的，他也喜欢旅行，可能喜欢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走一走。当去到那个旅行之地呢，他也希望多跟当地人去做一些交流，有更多一些思想啊，有更多的一些拓展。有时候呢，他是比较固执的，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可能很少听取别人的一些建议，更多的呢是想个人去经历、个人去体验、个人去思考、个人去增长一些阅历呀，增长一些格局、增长一些智慧。他的人际关系可能并不是很稳定，认识新朋友可能会忘掉一些老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呢，来来去去的，很多人来，有很多人走，知心的呢，可能很少，就那么一两个，大多数就是人生的一些过客而已，所以很少听取别人的意见，人生自己做主。这个人其实蛮勇敢的，他是行动派，他不会太过于的纠结思考。一旦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使这件事情可能并不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只要是自己爱的，那就无怨无悔的去做，去感受就好了。有时候可能也正为这样的一个性格，会让别人觉得他的生活比较混乱，经常都在做变化呀，或者是他经常都在做不同的冒险。对于那种很注重安全、生活按部就班的人来说，他的人生就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对于那些喜欢新鲜、喜欢人生更多丰富、精彩阅历的人来说呢，就是蛮喜欢他的性格。
蛮喜欢他的冒险精神的。有时候可能他会比较逃避现实，比较更多的愿意去玩乐，更少的时间愿意去拼搏工作，并不是说他没有太多的上进心，而是他懂得适可而止。他希望工作是一小部分，但是人生玩乐啊，趣味是一大部分。他希望获得很多的快乐，他也希望不要受到太多的压力，不要有太多的一些欲望了。他倾听自己内心的想法，追随自己的一些幸福和快乐。这个人其实是蛮信任你的，他觉得你跟他是可以远离世俗，进入到更快乐的生活阶段。你们应该是有更多的相同的人生目标的。他也是一个很注重爱情的人，非常的浪漫，非常的罗曼蒂克，对于爱情呢有强烈的情绪反应。同时，他也很喜欢艺术，很喜欢音乐，很喜欢阅读，那很喜欢热闹，有时候呢也很喜欢宁静，是非常有魅力、非常有爱心，并且也很有强烈的适应能力的一个人。所以你跟他在一起哦，你并不会觉得无趣和无聊，随时都是充满着欢声笑语，随时都是充满着一些好玩的新奇的事情的。你们之间呢也有很多的调情啊，也有很多的拥抱啊，也有很多的罗曼蒂克的约会的。它会带动你更加的有活力，更加的调皮，那更加的有反叛之心，也有更多好玩之心的，会让你的欲望，会让你的压力更加的减少哦。所以是一朵好的桃花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宇宙给你的讯息。你们之间应该是从友谊开始慢慢发展出来的，是循序渐进的喜欢。你们的感情呢，其实是比较缓慢的在做发展状态。你周围的朋友哦，你的家人应该都是蛮喜欢他的，特别是身边的朋友，很希望你们在一起，会给你们很多的祝福，会帮助你们去牵线搭桥啊，会去让你们两个人有很多约会的一些时间、空间跟机会的，甚至很多朋友可能都是通过朋友认识到的这一个人。你们在一起聚会的时间多了，玩在一起更多了，自然而然就会建立情感的基础了。再加上呢，身边有人总是在撮合着你们，所以这份情感就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特别两个人又有很多思想上面的交流，又有很多在一起玩乐的时间。你们之间应该会跟朋友在一起有更多的玩乐的机会的，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去 BBQ 啊，一起去参加户外活动啊，一起去扔飞盘啊，一起去滑滑板啊、滑雪啊、冲浪啊等等的，会非常的精彩，会非常的丰富。两个人其实性格上面都蛮适合对方的，你也会跟他在一起呢，不会觉得很沉闷乏味。这个有趣的灵魂呢，会让你也变成有趣的灵魂。两个人都是非常悠然自得、无忧无虑的，没有太多现实的挑战哦，没有太多现实的困难。就这一点来说，就会非常的幸运了。请你敬请期待吧。好，亲爱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